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上期我们介绍了 PUBG News Day， 也就是绝地求生未来之翼的主要特点。很多观众看了之后表示，就这完全吸引不了我。哎，你们的想法和我当时完全一样啊！我也是觉得没有意思啊。可是当我这2天大量的游玩后，我彻底改观了。这款游戏我吹爆！本期我来讲一下我游玩的感受，因为录屏和游戏播放有冲突，所以本期视频都没有游戏声音，烦请见谅。这一把我是单人4排，当我击倒敌人后呢，走到他旁边的时候，我突然留意到有个救援标志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能把他救起来？我通过所有人语音聊天，让敌人不要挣扎。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乖乖的让我救起来。此时呢，我是超级紧张的。要知道我还在和敌人小队对枪呢，敌人是4人队啊。当我把敌人救起来后呢，他成为了我的队友。我单人4排多了一个队友，哇，那还得了？那我得抓紧把他们队友都吃了。很快，我朝另一个被我放倒的敌人赶去。注意啊，如果是人机呢，并不会被击倒，人机是一定会死亡的。所以这个敌人呢也是真人，我就救人心切嘛，想着把他收归麾下，便草率上前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身边还有多少个队友的。之前被我救起来的那个人呢，他也没告诉我他的前队友还剩几个人，他就一直在惊呼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跟你一队了？之后我救第2个的时候呢，被其他敌人打死了。超帅了，超帅了！我当时啊有概率能将敌人团灭的，但我怕团灭之后他们全部成盒了，我就救不了人了，所以我又不敢打剩下的人。要为了解开疑惑呢，之后我单人4排的情况下去送了一条命。我发现啊，即使我没有队友，我是倒地状态的，没有死亡啊。这里我通过语音沟通跟对方大哥示好，让他救我起来。我很忠诚的，嘿嘿。救起来之后，我们就是一个 team 了。可以看到，我们队伍算上我呢，共5个人，其中2个阵亡了。此后的一番战斗，我们和几队敌人交手。战斗结束后呢，我救起了一名敌人，让本队活人的人数达到4个人，满编了。其他倒地的敌人呢，我们就没办法收归麾下了，只能将他们处死了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在商店买绿色信号枪。根据系统提示呢，如果队伍活人少于4个，那么是可以用它来复活队友的。玩到这，我突然对绝地求生未来之翼兴奋起来啊！这真的是吹爆啊！你被击倒了啊，别急，等队友救你。队友救不了你，那让他之后买绿色信号枪复活你。如果队友不在你身边，等什么？赶紧叫敌人救你啊！你要叛变啊！被敌人救的感觉是非常微妙的，因为按理来说呢，我们应该是很绝望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呢，看到敌人击倒自己的时候，内心会有点小期待、小兴奋。而如果你的队友因为挂掉人了，不是满编队，也没有钱买绿色信号枪复活，可以通过收编其他敌人扩充队伍人数，甚至以后肯定有大神专门单人4排到处抓队友，抓成4人满编队。而且大神不是谁都收的呀，敌人要跟这个大神打得难分难解，他才收的。敌人要是太垃圾了，他就立刻把这个敌人处死，只收编精英啊，枪法渣渣的不收。也别说大神了，你就想想你们队伍只剩1个名额了，面前4个敌人倒地，你救哪个？肯定就刚才枪法比较厉害的那个，其他不太行的就来干嘛？也可以叫敌人几个人唱唱歌嘛，表演一下才艺，谁唱歌好听呢就救谁了。剩下的就地枪毙。哎，萌妹子也是可以救的，因为救起来之后你们就是队友了，加好友很方便的。现在想一想又有一个问题吧，如果带妹子吃鸡，碰到高手打不过，妹子可能就被敌人拐跑了。还好我单身，没有这个烦恼。除了队友机制啊，游玩过程中呢，感受比较深的还有躲在公交车是真的阴。正常人走路呢、开车都有声音的，敌人躲在公交车，公交车跑起来又没提示我，突然冒出头把我打死了，恐怖如斯。还有下单后送货的无人机，可以提前打包去截胡。另外，枪械的后坐力好大呀！这款游戏既然是绝地求生端游原班人马去做的，那肯定是往更硬核的那个设计思路去的。对我个人而言啊，压枪的难度比和平精英 PUBG Mobile 也就国际服大好多啊！它不仅仅是垂直后坐力哦，它更体现在那个难以控制的水平后坐力上面啊！你要我拿步枪连发扫射中远距离，我是做不到的。还有翻滚动作，可以通过这种防盗门，挺帅气的。地图各处跑的时候呢，安静的墓地里会突然有乌鸦飞起来，吓我一大跳。还有制造公交车的工厂，自动门、自动扶梯、机器人模型。这个公司名啊和端游剧情一样，因为世界观是一致的。其实整个地图啊，说实话，虽然说是2051年的背景，但还不如2021年大陆3线城市的水平呢，没啥科技感啊。枪械也是啊，还有开车啊，如果你按着加速啊，耗油耗电贼猛。此外，自动开车在车身起飞的时候还会一直加速的，导致特别容易翻车。我已经因为这个自动驾驶呢，翻车了1次轿车，1次吉普。
游戏里的枪械击瞄状态下就自带红点了。如果装上基础镜呢，就能获得额外的增加瞄准速度的效果，这一点还是蛮不错的。绝地求生未来之翼呢，目前枪械地图确实看不到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啊。我猜啊，目前只是打一个基础框架吧，等这个框架打好了，游戏稳定了，官方再陆续往里面加东西。这个加东西的优势呢，是和平精英不具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和平精英要增加永久性的东西啊，几乎不会在经典模式里面加，它要保证啊经典模式尽可能和端游一致。它加那永久性的东西呢，只能专门造一个娱乐模式去加，而这个绝地求生未来之翼，它就没这个烦恼了。他 A 轮测试直接就给你整了一个救敌人、复活队友的核心机制，这在战术上就很多钻研之处了，玩家的游戏体验也会大大的提升。以往的孤狼绝望啊，一个人在决赛圈被击倒的无助啊，都有可能消失哦。嘴巴越甜，态度越诚恳的人，被敌人救的概率就越大。说到这啊，以后游戏正式出来了，我肯定要抢注名字的，叫什么击倒别补，救我很忠心之类的名字，就算敌人没开语音，他也能够知道你也在叫他救你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的游玩体验了，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小贝一起聊聊哦。